1883年11月，清廷得知法国的企图后，由军机处通令沿海各省增修5倍。此时起，台湾即开始布防工作。当时的台北府知府陈兴聚，也就是地方的父母官。战争一定会使民众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，粮食短缺，物价飞涨，百姓可能被迫流离失所，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，是可想象的。身为一个好官，地方的父母官，台北府知府陈兴聚有责任稳定社会秩序及粮食物价等，尽量降低因战争带给百姓受苦。陈兴聚作为台北府的知府，他展现了极高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，在战争爆发前，必须储备大量粮秣。无奈台北府又没这笔经费，再说不是储备大量粮秣就了事这么简单，粮秣是必须维持周转，同时又要保持安全库存量。台北府为了能够精准掌握粮秣动态，以应付战时需求，陈兴聚积极找白其祥协商粮秣事宜，白其祥立马同意，所有公班粮秣交由知府管理，知府也会严谨建立支出与收核账册。平时粮秣可依需求周转，同时粮秣的安全库存又能被台北府掌握动态。也就是说，台北府不必苦恼粮秣的经费，台北府就能及时掌握粮秣的安全库存。在运筹之中，当粮秣的安全库存下降时，台北府的官差就会督促白其祥的船队赶快补货。这种务实和果断的举措，防止粮食短缺，平稳物价，陈兴聚在开战前已经做了。所以从1883年11月起，白其祥的船队就开始执行购买大量粮秣，运送交由台北府官差管理，所有粮秣进出时刻都有列账记录。台北府官差也预先规划并设立战时粮食分配点，一旦战争爆发，就按照事前规划执行。总之，陈兴聚关心战局，为台北地区的防御作战做了非常严谨规划，努力保障地方的秩序和粮食供应。可以说，他是典型的关心民众疾苦的地方官员。在清法战争爆发前，陈兴聚作为台北府的知府，他展现了极高协同能力，以一个高龄68岁的长者，积极协同军门与地方民众，在艋舺与互为两地奔波，号召地方民众参与防御工事，并为前线的士兵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持。这种务实和果断的举措，在关键时刻则不计个人安危，誓死守卫疆土，保境安民，为台北地区的防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并为民众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陈兴聚在近代史上是少有的居官清廉、秉正爱民、抵御外侮、视死如归、抵抗强权的地方官。他的高风亮节足以风范后世，激励往来。在另一边的法国，法国海军在马尾战役后引起国内纷争，战败后的法国国家政策其中一项是外交结盟开拓经济，但清廷却对其宣战导致国内舆论对不稳的经济感到忧虑。马尾战役并没有让法国得到谈判筹码，又要耗费大量资源投入这场战争，被视为不必要的开支。当时欧洲工业革命，武器革新，在越南，法军用先进的机械火炮残酷地面对冷兵器作战，以为可借军事行动实践殖民主义拓展经济，从此开始肆无忌惮横行霸道，残杀当地百姓，忘了法国才从战败中度过。1883年8月18日，法国军队在北齐及越南北部进行野蛮行动，孤拔率7艘军舰自北齐来到湘江口，炮击顺安屯。2天之后，法军攻占顺安屯，占据了湘江入海口，兵临顺化城下，嚣张跋扈，要求与阮政府谈判。此时越南嗣德帝病逝，朝廷陷入混乱，刑部尚书阮文祥对法军的到来甚为惧怕。阮文祥带着法籍主教加斯帕尔
Monsignor Gaspar 来到法军阵营，请求停战2天，以进行谈判。法方向越南朝廷下达蛮不讲理的最后通牒，情势急转直下。法方其语气仿佛修昔底德战争之中的弥罗斯对话一般，简单的说，就是用霸凌的口吻，要越方臣服于法方就是正义。越南新皇帝和大臣们根本没有机会对条约的内容进行讨论，也无法对法方进行谈判。1883年8月25日，越南皇朝与法方在顺化皇城签订的第一次顺化条约。这是不平等条约，使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。从整个事件过程看，用火炮战争威胁一个无害的国家，法方简直就是野蛮国度。这个行为不叫野蛮，什么才叫野蛮？再说，当时法国国内才刚经历过战争，战争使底层的人民百姓生活相当艰难，有些富裕的粮仓省还出现底层的人民百姓粮食短缺，编配流离失所，反映出当时战后经济萧条与贫富差距。低收入阶层，其中更有半数是完全无收入的。在这种惨况下，当然会有很多以乞讨为生的人。有同理心的人当然会知道战争会带给当地的百姓受苦受难，但这些法国政客及军人却无同理心地在远东一国用火炮疯狂肆虐，屠杀一国对他们无害的百姓，并做出一连串不合理的行动，借此谋取利益，并向清廷要求赔偿法国2亿5千万法郎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些法国的政客及军人终究也难逃他们自己的那一关。因果1887年12月10日，如费里被刺杀没当场死，但伤口感染引起常年脓疡并发症，拖6年，痛楚不堪，最后61岁死。孤拔于1883年即罹患霍乱，侵蚀其健康，骨瘦如柴。1885年6月11日，因腹泻死于澎湖马公港内停泊的军舰贝尔的号上，58岁死。在法国国内的舆论和国家的政策冲突，有部分政治力量质疑对远东事务投入大量资源的必要性，认为这会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实力。但随着马江事件的发生，法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军事投入，并对清廷的敌对政策转变为全面的军事对抗，但却不对清廷宣战。1884年9月1日，法军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抵北台湾洋面。9月3日，鲁汀号至淡水河出海口侦察，发现淡水河口有一道由石头堆叠在水面下的封锁线，阻挡军舰无法进入。9月4日，孤拔发电报告知法国政府，希望能转而攻打烟台、威海卫等地。9月17日，法国政府回绝其建议，只好继续攻打北台湾。9月30日，孤拔集合11艘战舰，由里士卑斯率领4艘战舰及自己率领7艘战舰。10月1日，法军在孤拔亲自指挥下，于今日先动一处海岸登陆，在基隆的守军苏德胜、张高原与曹志忠等人极力抵抗。这一天的白天，清军与登陆先动的法军对打。根据梁纯夫写给台湾道刘骜的信，这一天清军并没有打输，且已经将2门大炮移到大德山，今日的大德高中，隔着牛稠港准备跟法军对干。据刘铭传自己的《复陈台北情形，请旨查办李同恩议案以明是非者》的文章来看，10月1日这一天的作战，清军、法军双方并没有输赢。梁纯夫的文章说，当天他在刘铭传的营帐内，现场还有张曹苏3军们在讨论，且今日已经苦战获胜，40磅大炮2门已架设，可以攻击对面山顶之地，接下来要将法人拒而歼瞻矣。梁纯夫的文章又说，1884年10月1日晚上是一个争议的时刻。当天在刘铭传的营帐内，
讨论作战的其他人，万万不会想到刘铭传自己先退逃，半夜才密传张曹苏三军们及时拔队。如果你是张曹苏这样走过来，你会不会傻眼？刘铭传退逃到台北府，令伙房主夜宵时用掉40多斤大米，在陈兴聚粮秣账册里都有记录。很多后人的文章说，张高原与曹志忠的部队1000多人，是和他一起从基隆退回台北府城，但由台北守城官的人员与粮秣进出记录，跟传说所称的进城人数是不吻合的。据刘铭传在自己的《复陈台北情信，请旨查办李同恩议案，以明是非者》说他没有仓促拔队退回。如果因李同恩3次飞书告急，仓促拔队退回，其余军装、郭仗以及伤病勇丁怎么会毫无遗弃？前面一句就是破绽。刘铭传说为40磅大炮2门不能运动，埋于山下。明白的人都知道，2门大炮是部队的第2生命，丢下它就等于在阉割掉自己的武装，逃离战场。此后到1884年10月8日，护卫战争最重要的关键时刻，刘铭传就没有踏上护卫或基隆2战场。法军在阳面逗留将近1个月，观察就是要找出护卫守方的弱点，并一举击溃。在阳面上的法舰看着海岸山坡，海岸山坡的人也看着阳面上的法舰。海岸山坡的景况，在这近1个月的观察，法军已记录得清清楚楚。10月2日清晨，法军开始全面炮轰护卫。这些法国军人用疯狂火炮肆虐屠杀一国对他们无害的百姓，历时13个小时的狂轰乱炸，摧毁护卫山坡的所有一切，连百姓的公寮也不放过，发射1-2千发炮弹。法军在摧毁清廷炮台后，并未停止攻击，而是持续对当地民宅与公寮进行无差别炮轰，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死伤。这一行为在道义上无法被接受。根据战争法的基本准则，军事行动应以军事目标为主，而非将平民当作攻击对象。然而，在护卫的炮轰中，法军明显严重残杀平民的生命，这种行为是彻底野蛮，严重违反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。战争本质上是国家之间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较量，但平民并非战争的直接参与者，他们理应受到保护。法军无差别攻击不仅造成无数家庭破碎，还摧毁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结构，留下深远的创伤。这种暴力行为无法以军事需求作为正当理由加以辩解。法军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法军持续炮轰公寮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震慑清廷，打到清廷的痛点，希望制造百姓的恐慌，来削弱清廷的抵抗意志，意图迫使清廷尽快投降并接受法国的条件。然而，这种做法对清廷来说是不痛不痒。在刘铭传的战损清单中，根本没百姓的伤亡数据。总体而言，法军在越南、福州、护卫的军事行动是对人道主义的严重侵犯，显示出法国的殖民主义军事行动对人命的漠视，严重损害法国的国际形象。直到现在，这段历史提醒我们，无论何时，战争都应遵循人道原则，保护平民免受无谓的伤害。10月2日，刘铭传整天都待在台北城内，但从很多后人的文章或是刘自己的自传都说，李同恩3次飞书请在基隆之刘铭传增援，所以刘铭传弃守基隆是为了到护卫支援作战。这是不是扯了天大脱罪之谎？刘铭传整天都待在台北城内，怎么增援？
很难有真相，但总要有一点道理。李同恩的3次飞书。刘铭传还说，3次飞书中，一次是孙开华求援写的书信，但孙开华不承认。此话在徐雪姬教授的论文《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》第28页中提到。孙开华不仅不承认，且言去书劝铭传勿退兵。10月2日当晚，刘铭传从竹城公班那里听闻，蒙甲人死了不少人，英烈的身躯陆续被运回蒙甲。秋风寒意灌进刘铭传的脑门，令刘铭传整晚瑟瑟抖个不停。与此同时的10月2日当晚，法军又派人至淡水出海口侦察水面下封锁线，发现事隔1个月，水面下封锁线石墙依旧紧密扎实，竟然没有被海浪及潮汐冲散。法军无差别的攻击，冷血粗暴无极限的连续炮轰13个小时，残酷至极，杀害平民百姓的生命，严重摧毁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结构，还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碎，留下深远的创伤及惨痛的历史记忆。这种彻底野蛮的行为是不能以军事需求作为正当理由加以辩解。这种悲惨的事件如果没有加以记忆，而一再的让悲惨历史重演，这种人就罪无可赦。100多年前，蒙甲有段历史记忆被消失，重要的是这段历史记忆可警惕人类避免再度残暴，是一段让文明更进化的教育课纲，是一代传一代的文化宝典，是要让人类懂得用和平的方式去继续繁衍，让人类的文明更升级。但刘铭传却用尽心思要让它消失，他派人把阵亡尸骨埋葬处的石碑给挖走，是刘铭传抢走这段历史记忆，让蒙甲人没有这段历史记忆。直到现在，蒙甲的剥皮寮为什么叫剥皮寮？众说纷纭，因为与蒙甲的民众有关，因为与尸骨有关被铭传消失掉。徐雪姬教授论文《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》第2页中提到，刘骜著作《退思录》亦为铭传回版。可想而知，当时只要是刘铭传不满的事都要被消失。这次战役，白其祥的2儿子白金水阵亡，尸骨无存；白其祥的3儿子白国柱重伤，连白国柱养伤都要躲到内湖石矿场公疗养伤。无奈1886年白国柱往生，他的墓碑现在还在内湖住宅区附近，这就是残存的历史痕迹。刘铭传为什么要迁怒白其祥？这事非常无奈。10月2日当晚，刘铭传听闻战役中蒙甲人死了不少人，大量的尸骨正被运回蒙甲。刘铭传越想越害怕，秋风习习吹来，令刘铭传整晚深感全身阴气瑟瑟抖个不停，决定隔日离开台北城。10月3日，刘铭传令人将白其祥存放在台北城的所有粮秣物质带走，被守城官发现，追赶并要讨回。后来群众加入，怒不可遏，群众怒喊：死了那么多人，你看到没？刘铭传竟然回答：没有啊。这下子群众就耐不住了，气愤填膺，强拉他去看尸骨堆积处。他每每想起此事，就恼羞成怒，就怪罪白其祥及蒙甲人。与江湖传说不同的是，群众并没有要求他留下来指挥作战。他没渡河离开台北城，是因为所有船都在运尸体。与此同时，10月3日，法军不死心，再次派人至淡水出海口侦察水面下封锁线石墙，发现水面下河床的石盘宽达20几米，上面石盘宽约12米。以当时法军水雷分队的爆破火药，威力是不足以炸散这些石头，并开出一条水道。与此同时，守军引爆500磅的水雷，炸退法军侦察兵。事后守军检查水下石盘无损。谢谢收看。历史很难有真相，只残存一点痕迹。